可变后掠翼飞机曾经红极一时啊，从赛出天际的 F14熊猫到 F111土豚。其实应该把它俩调个啊，因为 F111才是历史上首次全面生产的可变后掠翼飞机。接着还有苏联的米格23、苏24以及英国、德国、意大利联合开发的龙卷风，后者甚至在海湾战争中都有过出色的表现。当然，可变后掠翼机型中也有不少的大家伙，美国的 B-1B 枪骑兵和俄罗斯的图160战略轰炸机，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服役。可是吧，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这种独特的机型却开始逐渐停止研发了。随着退役的退役，报废的报废，可变后掠翼飞机几乎就全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为什么？要理解这个问题啊，我们得从源头讲起，可变后掠翼技术的起源。理解可变后掠翼的重要性，可以追溯到1935年，当时德国的科学家阿道夫·布斯曼研究跨音速和超音速气流对机翼的影响。他发现后掠翼可以延迟波阻及心波阻力的出现，从而减少飞行中的空气阻力。这一发现虽然在当时被视为仅仅是学术上的好奇，但后来却成为超音速飞行发展的基础。那时几乎所有飞机的机翼都是直翼，即与机身垂直，其主要目的是提供升力和稳定性。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啊，它们的飞行速度都很慢啊，超音速性能只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是在1930年中期，随着喷气式发动机的出现啊，这一目标变得更加接近现实了。尽管当时很少有人知道现有的直翼技术它并不适合跨音速和超音速飞行，但布斯曼发现，如果机翼向后掠，就能够延迟波阻的出现。这是一种随着机翼以音速飞行时急速增加的空气动力学阻力，将会导致音障的产生。这一点后来通过早期实验得到了证实。当时的飞机由于心波阻力在机翼机身和控制面上产生的剧烈震动而失控了。二战期间啊，德国进行了大量风洞测试，研究机翼在超音速速度下的表现，并将这些成果应用于实验性飞机，如 M1P101和 M1163彗星。战后，美国空军发起了 LOST 行动 ，LOST 即德国空军秘密技术的意思，开始捕获并评估德国的航空技术，其中包括布斯曼的研究。布斯曼的研究被认为是非常重要啊，它直接就影响了波音 B-47同温层堡垒的设计。1947年，阿道夫·布斯曼移居美国，开始在 NACA 即 NASA 的前身工作，与罗伯特 T 琼斯一起开发后掠翼、斜翼和三角翼。同时啊，美国空军在巴伐利亚发现了一架尚未完工的喷气动力 M1P101，这架飞机采用了可变后掠翼设计。美国空军详细研究之后呢，制造并飞行了自己的版本，成为1951年贝尔 X5的基础。X5是第一架能够在飞行当中改变机后掠角度的飞机，尽管设计有效，但气动布局上面的缺陷限制了其发展。正如3D 打印机一样啊，如果不能稳定工作，再好的性能也是花架子。破除 A1， 好用易用，打印质量高，小白也能够畅快玩。618活动超优惠，赶紧点开链接看一看吧。可变后掠翼技术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了广泛应用。美国的 F111战斗轰炸机是世界上第一架投入生产的可变后掠翼飞机。这架飞机试图满足美国空军和海军的需求，尽管过程曲折，但最终还是成为了经典机型。苏联也开始迅速发展起了自己的可变后掠翼飞机，如苏17、米格23、图22M 和苏24。美国在 F111之后推出了著名的 F14熊猫战斗机和 B-1B 枪骑兵轰炸机，苏联则在1981年制造了图160轰炸机，这是使用可变后掠翼技术的最后一款飞机。然而，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航空技术取得了显著进步。新型飞机，比如通用动力公司的 F16，在空气动力学上基本上它就是不稳定的。如果没有计算机辅助飞行，它1秒钟都没法待在天上。但是这种天生的不稳定却给它带来了更加敏捷的机动性，同时在计算机飞控的加持之下，也削弱了可变后掠翼设计的优势。新材料、计算机辅助设计和飞行控制系统的发展，使得新型机翼设计能够实现可变后掠翼的大部分功能，而没有其缺点。可变后掠翼飞机因其设计复杂、维护成本高和空间利用率低的问题，逐渐就被淘汰掉了。更重要的是，隐形技术的需求排除了可变后掠翼设计啊。隐形飞机如 F117和 B2幽灵轰炸机，依赖其复杂的机身和翼型设计来减少雷达反射。而可变后掠翼由于机翼轮廓的不断变化，是无法达到真正的隐形效果的。尽管 B1枪骑兵在考虑其体型的情况下做得相当不错了啊，雷达截面积仅为10平方米，但与其继任者 B2的0.1平方米相比起来，相形见绌啊。后者的雷达截面仅仅与大黄蜂是差不多的。
最后咱们的答案便呼之欲出了。为什么不再制造可变后掠翼的飞机了呢？因为我们找到了更好的方法来完成相同的任务，而不需要复杂的机械结构，同时牺牲掉隐身性能。虽然客机从未使用可变后掠翼设计，但是美国在超音速客机竞争的最初阶段，为了与协和式客机竞争，波音1960年的 SST 原型机确实采用了可变后掠翼设计啊。然而，钛合金机制过于庞大和沉重，达到了2100公斤，这降低了航程和客舱的空间，使其作为商用飞机不再具有任何的经济性。波音因此就改回了三角翼设计，就像协和式飞机一样。但这几乎就使波音陷入了财政危机，最终被取消掉了，留下了亚音速的波音747来重建公司的命运。虽然可变后掠翼在80年代停止制造，但今天仍然有许多在役的飞机，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 B-1B 枪骑兵和图160了。另外今天的故事还有可能会发生反转哦。2022年，图160的现代化升级版本图160M 成功起飞并重启生产，计划在2022年交付2架，并有10架还在订货当中。只能说可变后掠翼还有看头哦。在没有精确制导出现之前呢，空投炸弹是一件相当伤脑筋的事情。如果飞得太高，想要让敌人的高射炮射不准自己的话，那势必也容易让自己的炸弹炸不准敌人了。虽然平抛运动是一个连中学生都能够计算出准确答案的简单物理知识，但是在真正的空中平抛出炸弹却并不像做题那么简单啊。当前向速度跟飞机一致的炸弹被抛出弹舱之后呢，它将立刻受到空气阻力的影响，于是前向速度分量迅速减少，形成所谓的伪抛物线轨迹。由于影响要素太多，想要准确的计算它呢，着实有点为难当时只有笔头和尺子的投弹手了。在认清这一点之后呢，另外一种更加靠谱的投弹方式被迅速发明了出来。俯冲轰炸，轰炸机在投弹之前呢，会以大约45度到80度的角度俯冲着接近目标，以最大的可能减少水平速度分量对炸弹轨迹的影响，几乎只是让重力发挥作用把炸弹接近垂直的送到敌人的头上。是的，它的确挺准，也的确不需要什么复杂的计算。但是呢，它需要的是勇气还有运气笔直的冲向目标等于就是笔直的冲向一道火力密集的防御网嘛，是谁先把谁灭掉呢？还真的不是一个定数好吧，都不完美，要是扔点普通炸弹倒也罢了。但是如果需要投下的是一枚可能连飞机自己都躲不过的原子弹时，以上2种方法就都不好使了。俯冲轰炸，如果你不想要和敌人同归于尽的话，那就完全不用考虑了。那牺牲点准头飞高一点呢？也不成因为即使飞得再高，对原子弹的伤害范围来说，可能都仍然是不够高举一个例子1945年8月，当装着小男孩和胖子的 B-29超级堡垒准备在广岛和长崎上空大约6英里的高度上投下它们时，这几乎是 B-29的最高声线了曼哈顿计划的工程师们告诉飞行员说你们这次可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在投完之后呢，直接就朝前面飞过去了，因为他们计算得知由这枚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即使你 B-29远在8英里开外的地方，也能够被摧残到连渣渣都剩不了你想，要是投完弹直接再沿着原来的路径飞过去，原子弹爆炸的时候 B-29不就几乎是位于它的正上方吗？这怎么能躲得掉呢？于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就是抛下原子弹，立刻转身155度，以最快的速度头也不回的逃。就这样依然是惊心动魄我看了一段对当时执行任务的飞行员保罗·蒂贝茨的访谈，他说道，在我们掉头飞走之后，冲击波几乎是立刻就追着我们直奔而来了。机尾射手大声地喊道说：“他过来啦！”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呢，飞机尾部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这些 B-29上面呢，都安装了加速度计，用于记录原子弹的爆炸的当量，而我们受到的冲击是2.5个 G。第二天，我们从科学家那里得知，原子弹爆炸时呢，我们的飞机离它只有10.5公里，所以他们几乎是擦着地府的边边逃了回来的。你看，既不容易炸得准，又很容易把自己给拉下水，这投弹的方式是得改改了。
考虑到冷战时期也许还有很多投出核弹的需求，于是美国人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呢，认认真真的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全新的抛投轰炸方式就出炉了。往简单来说啊，它就是利用飞机的速度，使炸弹能够像炮弹一样被抛到目标的头上。军方将其称为低空轰炸系统，缩写 LABS，但飞行员却更喜欢另外一个名字——白痴回路。因为这种投弹方式啊，真的是很白痴嘛。飞行员只需要一个键摁下去，飞机的控制权外加投弹的时机呢，就都交给了一套由陀螺仪和电子设备组成的黑匣子系统了。它是这么操作的。首先啊，是飞行员控制飞机以尽可能低的高度接近目标，以便让自己隐藏在敌方雷达的视线之下。等到达作战任务中事先确定好的地标附近时呢，切换按钮被摁下，此后便是 LABS 系统来接管飞机了。它会迅速的将飞机拉起来，以极陡的角度呢往上爬升，哪怕过高的过载已经让飞行员晕了过去。等到角度正好的时候呢，释放原子弹。由于跟飞机一样拥有了一个上升的初速度啊，原子弹就可以沿着一条抛物线去运动了。它这样做的好处有二。一是人类积累的开炮的经验呢，明显是要比投弹的经验丰富不少啊。这样把投弹变成像是在开炮，准确度显然是更有保障了。第二啊，这是更重要的啊。由于原子弹先得往上，到了最高点才会重新掉头下落，这一上一下自然就增加了留空的时间了嘛，也为投弹的飞机呢争取到了宝贵的撤离时间了。于是夺命冲击波的威胁就变小了。虽然具体的投弹高度、角度和速度是保密的，但是有一个估算啊，如果这枚原子弹按照8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往上抛出的话，它大约会上升23秒，然后再下落同样的23秒，在爆炸之前呢，为恢复了意识以及控制权的飞行员一共争取到了至少46秒的时间。安全有保障了，但是这就够了吗？空军的战术专家们说啊，咱再大胆一点啊，可以越过目标，我们把炸弹往后给它扔回去嘛。这个呢就叫做过肩轰炸了，是不是很有想法啊？在此之前啊，我只知道空导弹的过肩射击，可没曾想啊，太 out 了。人家在60多年前呢就已经干过过肩投弹这回事儿了。它是这么操作的：一开始跟抛投轰炸一模一样，也是让飞机急速的爬升，但是这一次不要停，让飞机越过垂直线之后再将炸弹投放。于是，这炸弹不就被抛回到了飞机的后方了吗？一个回旋之后，飞机再漂亮的飞走，留下身后一片惨白的地狱啊！当然，这种过肩轰炸在实际当中呢，也不见得是真的好使的，因为连轰炸机也几乎是经不起这么大的过载的嘛。1957年，美军在艾格林空军基地首次用 B-47演示了过肩轰炸，但仅仅在几次之后呢，便导致了机身出现裂缝，是既危险又费钱呢。还好啊，等终于迎来了精确制导的时代后，这个花里胡哨的投弹方式就没有市场了。除非啊，你想像德国人在一战时用不长眼的机枪一样，用超越设计的战术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制造杀伤效果时，才会再次仰头射击。而有可能俄羅斯在俄烏戰場上就在這麼幹啦。我係 Toby 梁靜琪，想睇我有份演出嘅《家族榮耀》，就快啲攞你哋手機出嚟，然之後 download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说到二战的英国民机，第一个蹦出来的一定是超级马林的喷火，或者是霍克的飓风。但是啊，这架飞机，虽然跟他们诞生于同一时代，虽然在很多设计理念和性能上都要甩他们几条大街，却被人们忘得干干净净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从正式启用到最终的退役啊，只持续了短短的3年，连二战都没有熬到结束，它就先在1943年底提前结束了。时间实在是短到了留不下任何的印记嘛。那好，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架用3D 打印出来的模型来讲讲它的故事了。本来有机会成为传奇战斗机的韦斯特兰旋风的故事。来，我们先来讲讲为什么说它有成为传奇的潜质了。看好了，主要集中在以下这几点。第一，拥有同时期最强的火力。这4根伸出机头的杆子不是别的，正是4门口径为20毫米的机炮。当和它一同出现在空中的其他战斗机只能射出机枪子弹的时候呢，它已经可以每分钟向对方喷出270公斤的炮弹了。这是什么概念啊？这是火力压制都算是轻的了。第二，
当别人还在用1台发动机的时候呢，他就直接挂上了2台，而且还是2台最新型号的12缸885马力。极其巨大的劳斯莱斯有损发动机了。哎，你看这个发动机舱跟机身的对比啊，正面看，侧面看，再从顶上来看，哎，我的感觉吧，说它是战斗的飞机，还不如说它是2个带着翅膀的战斗的发动机算了。因此，这就让韦斯特兰旋风拥有了当时无与伦比的速度和爬升性能，以及出色的机动能力。在和喷火比起来时呢，更快、更灵活、更容易控制。不管是灭掉德国的轰炸机，还是护航自己的轰炸机呢，都会是得心应手啊。好，那还有第3点啊。座舱，它是第一架引入了气泡座舱盖的英国战斗机了，因此就为飞行员带来了相当出色的战斗视野。你看，综合起来，飞行性能好，战斗视野好，火力还很好。这架战斗机它没有理由不成名啊。可事实偏偏就是啊，它陨落的比谁都要快。怎么回事啊？最大的问题恰恰就出在了它赖以生存的发动机上面了。劳斯莱斯的有损发展自它的前一代红隼，是一款相当出色的活塞式发动机，一共生产了4750台。从1926年开始呢，就应用在了很多战斗机和轰炸机的身上。不光英国用，卖到国际上，德国人也在用啊。很多后来在不列颠空战中出现的德国战斗机，比如大名鼎鼎的 Bf109，在原型机上面呢就有用过劳斯莱斯的红隼的。对了，其实韦斯特兰旋风的原型机用的也是红隼啊。看来真的是很好用啊！但是就在首飞成功，英国空军部迫不及待地想要下订单，为随时可能面临的战争做好准备时呢，韦斯特兰的工程师说：“哎，再稍微等一下，因为我们看上了一款更新的发动机了。”哎，它就是有隼了。为什么要用有隼呢？因为红隼的马力是700匹，但有隼则升级到了885匹，没理由不用更强劲的发动机嘛。于是英国空军部呢又等了他们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终于在1939年大笔一挥订购了2批各200架的韦斯特兰旋风。他们于是等待着这架英国历史上第一架双发重型战斗机能够让自己的空军一骑绝尘，打得德国人完全就找不到北啊。可是他们等到最后也才等来了114架，其中还有2架是原型机。哎，为什么呢？因为有2方面的原因啊。第一是这架战斗机的动力远不及预期。我们以上说的那些性能牛叉的地方，其实都是纸面数据啊。真正到它在1940年开始交付的时候，问题才暴露了出来。它飞得没那么快嘛，它的发动机不够稳定嘛，它的续航一点也比不过喷火嘛。尤其是到了高空啊，性能掉的就特别厉害，所以它后来基本上都是拿来对付一些地面的目标了。幸好这4门机炮还没有掉链子啊。很多分析会说，那就一定是因为罗罗的有隼不够成熟造成的呗。对，你说它有问题吗？当然有啊，但不一定有多大啊。因为有一样东西之前被大家忽略了，螺旋桨。在韦斯特兰旋风的第2架原型机上，工程师给发动机搭配的是来自于 Rotor 公司的螺旋桨，它工作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等到了正式生产，螺旋桨则被换成了德哈维兰的。这个螺旋桨的叶片要比 Rotor 的稍微厚那么一点点，所以气动性能当然就是不太一样的啦。可是发动机的设置又没有进行调整嘛，于是就出现问题了。另外还有一样一开始看起来挺天才的设计，后来被证明是拖了韦斯特兰旋风的后腿的，那就是这里了。你仔细看，在发动机舱和机身之间的机翼前缘部分好像是镂空的。对的啊，那里是冷却发动机的空气的进气口了。韦斯特兰的工程师之所以要这么设计呢，一是为了降低机身的阻力，二是它还可以为驾驶舱提供当时战斗机上都不会具备的加热功能嘛，一举两得。好不好呢？不好嘛，因为它要跟襟翼配合起来才能工作。当襟翼放下，发动机的散热性能就会下降，这既影响了飞机本身的性能，也影响了飞行员对飞机的操作逻辑。很多纸面上看起来美好的东西，实际上就很难实现了。第2个影响较大的原因就是有隼发动机它太耗材料了，生产1台它所需要的金属可以生产3台梅林了。对的，就是在不列颠空战中起了关键角色的喷火战斗机所用的引擎了。在战争物资紧缺，在需要大量喷火在天上喷火的时候，劳斯莱斯当然会把所有的资源都用到梅林上面，而不是有隼上面嘛。所以有隼只生产了301台，便永远就下线了。韦斯特兰旋风面临的是没有心脏可用的窘境了。你说它能不匆匆就结束吗？当然，也有人提议过能不能用梅林来换掉韦斯特兰旋风上面原本的有隼呢？
啊，实际上是没有可能的。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这架飞机基本上可以算是为这台发动机所定制的。既然要换发动机，那等于就是完全需要重新设计了嘛。而既然需要重新设计，干嘛不设计更好的呢？于是故事就终结了。好了，我们最后再简单的说一说我的这个3D 打印的韦斯特兰旋风了。你看，小的这架是1:200的模型。用光固化打印的，大的这家是我把它放大1倍之后用熔融纯机打印出来的。精度方面，两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尤其是越细的地方越能够体现出来。比如说这4门机炮了，光固化打印出来的就真的是相当精致了啊。所以3D 打印嘛，还是要看你的具体需求来选择具体的打印方式和机器的。熔融纯机的呢，我之前讲了2期，后面咱们就来聊聊光固化。好吧，继续关注，一起期待，拜拜。空导弹可以实施精确拦截，但是冷战期间，在还没有能够精确拦截一架飞机的导弹出现，又很怕携带着氢弹的苏联图95突破防线后，把它扔在自己的头顶上时，美国该怎么办呢？答案就是一枚空对空核火箭弹了，就是它，卖到 Air-to-A 精灵。把它发射出去呢，是可以直接摧毁一整支轰炸机编队的。很像末日电影里面才有的情节，对不对？但它偏偏就是真实存在过的。今天咱们就来讲讲这个精灵的故事。其实空对空火箭弹并不是冷战时期的产物，早在2战期间呢，它就已经被发明出来了，而且发明它的显然也是德国了。2战中期德军就已经开始研制 X 空导弹了。但这种有限制导的空导弹呢，不仅准头有限，射程也很短，并不适用于空战嘛。不过，将有空的导弹改成无空的火箭弹，再利用其大威力的战斗部，在远距离大致对准轰炸机群后呢，发射并引爆，理论上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嘛。想法是很美好但现实却容易啪啪打脸。这一时期限制空火箭弹的主要因素就是战斗部的威力不足了。对付大型轰炸机时呢，需要在极近的距离爆炸，才能对皮糙肉厚的轰炸机产生致命威胁。而提升战斗部就意味着提升火箭弹的直径，重量也就增加了。在当时呢，这是一个难以平衡的矛盾。不过2战末期的原子弹呢，恰恰为空火箭弹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因为这玩意儿根本就没有火力焦虑了嘛。火箭弹里面装上它，岂不既轻又强？多好啊！好吧，核火箭弹放在今天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因为如今核武器只有一个角色。战略武器，曾经的另外一个作为战术武器的身份呢，已经被越来越重视次生灾害的国际社会集体禁止了。你看看切尔诺贝利，日本福岛，就知道核爆炸的那一瞬间算什么，剩下往后的数十年呢，才是够大家受的。不过人类总有一段作死的时间嘛，局面一上来呢，可不是这样的啊。曾经有一阵，核武器的地位并不比其他常规武器高多少，而且似乎战术应用还是其发展的首要考虑因素呢。早在相互确保毁灭，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MAD 概念出现之前呢，美国和苏联就已经建立了种类齐全、数量庞大的战术核武器库了。大到鱼雷和巡航导弹，小到核背包，应有尽有啊！既然这样，多一个空核火箭弹有什么大不了呢？而且它确实是填补了当时美国空对空武器系统的一个空白嘛。虽然美国是最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过这个头衔却并没有持续多久。1949年，苏联就进行了第一次成功的核武器试验，2.2万吨级的当量可是比美国在广岛投掷的1.5万吨级的要更强大。美国瞬间就感受到了威胁。之后呢，美苏又相继研制成功了氢弹，核军备竞赛正式开始了。由于低枚洲际弹道导弹的服役呢，还要再往后推上数年的时间，因此当时普遍认为核攻击一定是要通过战略轰炸机来进行的。而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苏联新一代的战略轰炸机，也就是后来的图95呢，已经开始研制了。而美军迫切需要做到的就是消除这个威胁了。怎么消除呢？3步走嘛，监视、阻止和拦截。但20世纪50年代，美国空军手上的牌呢，只有航炮和机枪嘛，空导弹还是个不靠谱的新鲜玩意儿。而你说航炮和机枪有多高的效率，空军心里面还不清楚吗？用这个来拦截自由世界毁灭者，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吗？所以必须要发展出新的系统。火箭弹可以吗？事实上当然是可以的空对空火箭弹已经是一个证明有效的飞机拦截武器了。之前不好拦皮实的轰炸机呢，是因为爆炸威力不够嘛。
那咱给它换上威力够的核弹头不就好了吗？而且巨大的爆炸半径不光能抹掉一架轰炸机，甚至连一整堆轰炸机都能够一并给你干掉了。简直高效啊！美国人果然是个大聪明啊！这个 KPI 啊，随后就落到了麦道公司的手里面。他们也不负众望，仅用了1年时间就把这枚空核火箭给研制出来了。那是在1955年，装着1500吨当量核弹头的 Air-to-A 精灵横空出世了。它直径370毫米，全长2.39米，全重370公斤，采用固体燃料发动机。但是只会工作2秒啊，将火箭推进到3.3马赫的速度。随后呢，引信就开始工作了，并在继续飞出去大约10秒之后引爆。于是这12秒就成了发射载具，后来被确定为268架经过改装后的 F-89蝎子截击机的全部逃命时间了。还好它的速度够快，在高过载急转弯将精灵留在身后之后呢，它刚刚好能够跑出危险范围。但是对于飞得比较慢的轰炸机编队而言呢，就基本没有逃命的可能了。一个火球之后，可能大家就集体去领盒饭了。从1955年起呢，精灵的生产一共持续到了1963年，总共生产了3150枚。在服役期间呢，也进行了些许的改进，最主要的是进一步延长了火箭发动机的工作时间，以保证载机能够有效的撤离。虽然装备了数千枚，也为此改装了这么多的战斗机，但其实它在退役之前啊，真正被完整发出去的只有1次，而且还是在试验场上。应该说幸好是在试验场上。那是1957年的7月19日，由一架 F-89J 在美国内华达的尤卡平原上空发射。对于载有一枚12秒后就会爆炸的核弹的飞机上的2名飞行员来说呢，这当然是一趟非同寻常的凶险之旅了。但有意思的是啊，想要冒险的显然并不只有这哥俩，5名空军军官自愿，注意啊，是自愿站在起爆点的正下方，随意的穿着他们的夏季制服，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接受头顶上可能袭来的辐射。他们这么做呢，目的真的很单纯啊，就是要向恐吓人士证明，咱这个精灵可是可以放心的把它飞上天上去的，它对于地面一点污染也没有。你看，我们这也没变成绿巨人嘛，的确啊，他们似乎真的是挺健康的，基本都活到了世纪之交。最久的一位呢，直到2014年才去世，所以那就继续服役呗。等到了80年代中期啊，美国人发现精灵已经拦不住人类送核弹的新玩具洲际弹道导弹时，才决定彻底把它放弃的。但转过身就投入到造出比苏联人更多的洲际弹道导弹这场运动中去了。精灵被装入瓶子，恶魔被释放了出来。不对，那根本也不算啥精灵啊！看来美国人美化自己呢，的确是历史悠久的。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俄罗斯的匕首到底算不算是一枚高超音速导弹？从速度上它肯定是算了，但是当我们从高超音速导弹这6个字引发的对于一款极其先进的武器的期待来看呢，要真算上它的话就有点牵强了。因为本质上匕首它就是一枚空射的弹道导弹而已，而弹道导弹从来都是高超音速的呀。就连现代导弹和火箭的鼻祖 V2， 照这个概念来讲也能被称之为高超音速导弹。可是谁会认为它是高超音速导弹呢？所以究竟什么才能算是高超音速导弹，而匕首又到底算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定义啊，各国之间可能存在细微的差异，但无一例外都包含了2点：速度和机动性。美国的导弹防御拥护联盟说，高超音速导弹是指那些速度超过了5马赫，并且能够在整个飞行过程当中机动的武器。俄罗斯的国际事务委员会说，高超音速导弹是速度超过了5马赫，并且能够在大气层中以这样的速度进行机动的武器。仔细对比，好像定义里面少了整个飞行过程这个约束条件，所以看起来是要松一些的。而这个呢，也正是为什么能够把匕首归为此类武器的关键了。这个咱们稍后再说。从速度和机动性这2点出发，现代意义上的高超音速导弹通常所指的就是2类导弹系统了，一个是高超音速滑翔导弹，另外一个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前者在一开始的时候会像一枚弹道导弹一样被火箭推进到极高的速度，直至冲出大气层。但接下来的操作它就跟弹道导弹不一样啊，它不会像弹道导弹那样在大气层外划出一条容易预测的抛物线，而是会在发射后不久呢便重新进入大气层，依靠其深立体的外形，在不使用发动机的情况下灵活地飞越数千公里，直到抵达目标头顶。
我们的东风17是这样，俄罗斯的先锋也是这样，而美国也有2款这样的武器呢正在开发。那另一个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呢，它几乎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了。这个家伙在飞行全程都是有动力的，所以就拥有了不可比拟的超强机动性，以及不用再飞那么高，靠势能换动能了，也就更难被探测和拦截了。但是在如此高的速度下飞行如此远的距离，它需要装备一台我们从来就不曾拥有过的发动机。超燃冲压发动机，而正是它几乎就拦住了所有人的脚步。怎么回事呢？因为普通的以吸入空气来燃烧的发动机呢，都是工作在高超音速以下，甚至是超音速以下的。他们一是搞不定高超音速带来的高温，二是搞不定高超音速带来的高速气流了。SR7上面的 J58 是一台复杂的可变循环发动机，在高速之下呢，不过也就是3马赫可以开启冲压模式，让迎头冲进进气道里面的超音速气流呢，替代压缩机的角色，在被进气道减速变为亚音速气流的同时，获得了高压，得以在燃烧室里面充分燃烧，再以比进气时更快的速度从尾巴喷出去，提供推力。但你再来看装在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上的发动机呢，它的进气速度会是更快的高超音速了，当然也是可以不要压缩机，自己就能压缩自己了。但要压缩到什么程度呢？压缩到亚音速，好燃烧，但是燃烧完喷出去的也就是个超音速而已，这一前一后反而损失了速度，顶多平进平出吧，怎么提供推力呢？好，那就别压缩到亚音速，就让气流保持在超音速的状态进入到燃烧室，好歹嘛，燃完之后还能以更高的高超音速喷出来。但是火苗它就不给面子了，在超音速气流的冲击下，它很难稳定的燃烧。美国的 X-51A 在空中好不容易才达到了稳定燃烧200秒的成绩，而我们呢，也只是在地面上把它坚持到了600秒而已。看起来试验都还在早期，就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部署过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了。那匕首又算什么呢？它顶多算作一类叫做制导弹道导弹的，勉强可以叫做高超音速导弹的类型了。它绝大部分时候的表现都跟弹道导弹一致，只是在最后阶段靠鳍片做出一点机动的动作，把自己带到目标的头顶嘛。匕首虽然在2017年才投入使用，但它并不是一种新的武器，而是陆基发射的，早在苏联时期的1988年就开始开发的伊斯坎德尔短程弹道导弹的空射改进版而已。的确在米格3E的帮助下，它是可以把自己加速到高超音速，也的确可以在整个飞行阶段实施机动，但总感觉有点像是靠蛮力来完成的，跟我心目当中的高超音速导弹比起来，还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好了，你怎么看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如果说鱼雷是水面舰艇的噩梦的话，那么深水炸弹就是潜艇的噩梦了。我恰好找到一段水下爆炸的慢镜头，咱们一起来看看。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到，在爆炸瞬间会产生出第一波冲击波，接着由爆炸制造出来的气泡会迅速扩散，带来第2波的冲击。再然后气泡被水压缩，压缩后积蓄了能量，又再度膨胀，带来第3波，如此反复直到能量耗尽。但是锤子呢，却已经抡上了第 N 波了。尽管潜艇本身就是为了抵抗压力而建造的，但这种由深水炸弹产生的爆炸超压，还是会造成艇体进水、管道爆裂，甚至艇体破裂，直接就葬身水底了。二战中期呢，为了对付藏得越来越深的德国 U 型潜艇美国采用了一种类地型的全新深水炸弹 Mk9型，配合上专门的压载重量和尾部鳍片，它可以比之前的 Mk6下沉的更深、更快、更稳。通过提前设置其内部的水压引信，当深水炸弹下潜到一定深度时，就会被引爆，从而逼迫潜艇上浮。但有个问题其中一些呢是在它们还浮在水面上时就被盯上了，而另外一些则来源于情报。1941年5月，英国人从一艘被迫上浮的 U 型潜艇上缴获了一样好东西，那就是德国人的机密恩尼格玛密码机了。这个消息被严格保密，因此德国人并不知道，还在继续发送经过恩尼格玛密码机加密的信息给其他的 U 型潜艇及其支援舰船。英国人这边呢，将密码机同缴获的文件两相结合，就把这些加密的信息给破译掉了，于是便能够定位和集成更多的 U 型潜艇了。